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黄守宏。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谈一谈睡眠的生理，就是我们睡眠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那今天的主轴主要是讲跟心理有关的部分，因为生理有关的部分在另外一堂课已经说过了齁。那睡眠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其实这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没有解答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用过去很多人的研究一起来看一看说睡眠在心理上面的功能可能会是些什么。那今天的讲的内容大概主要分成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会先跟大家复习一下有关于睡眠的结构、睡眠的需求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讲讲睡眠跟认知功能之间的相关性。那第3个部分讲的是睡眠跟情绪之间的关联。那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跟睡眠有关的知识。那这一张投影片讲的是睡眠的结构。我想我们都知道睡眠我们可以分成快速动眼期睡眠跟非快速动眼期睡眠。那其中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成3期，我们把它叫做 N1、N2 跟 N3 的部分。那所谓的 N3 它讲的事实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慢波睡眠。那我们的睡眠结构在整个晚上大概会有4到5个睡眠周期。那上半夜跟下半夜的睡眠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构。上半夜的睡眠有比较多的 N3 的睡眠，那下半夜的睡眠就有比较多的快速动眼期睡眠，所以他们其实上下半夜他们的结构不尽然相同。那我们的睡眠其实也会跟着年纪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不会一直都睡得一样多、一样久、一样好。那这个睡眠的老化在不同的年龄层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在结构上面，我们有这张投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睡眠的老化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有3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总睡眠时数的减少。那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刚刚讲的慢波睡眠 N3 的减少。那第3个是睡着之后再醒来时间，就是 WASO 时间的拉长。也就是说在年纪相对大一点的时候，可能躺在床上醒着的时间反而会越来越久。那这是一个睡眠老化的结构。那到底人为什么要睡觉？睡觉对于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功能？这个就像刚才所言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答的问题。那过去有很多人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跟假说。有人认为说睡眠可能跟能量的储存有关系，那有人认为说可能跟人活着有关系，那也有人认为说可能跟我们的 neocortical maintenance 就是我们新大脑皮质的维持有关。那这样的状况底下，就跟我们一般的医学的进展是一样的，我们通常都会从病理开始，然后再去看看生理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所谓的睡眠剥夺的研究，看一下说睡眠剥夺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回推说可能正常的睡眠生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另外呢，可能跟我们的记忆固化也有关系。那有些特别的功能可能专属于在快速动眼期睡眠的，包括一些大脑的发展或者是脑干活化的假说等等。那在我们新大脑皮质的维持上面的确我们可以在睡眠当中看到，在大脑里面有一些重新储存的机制在活化着。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呢？包括说有一些蛋白质在制造，然后在大脑里面的突触的恒定性的恢复，然后以及能量供给的重新给予，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睡眠当中看到在大脑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一个人到底需要睡多久？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当然也看说你当天早上的情绪状态，或者是你体力消耗的状态而来决定。那我们也都同意有些人可能就是相对睡比较少，他精神就可以很好。有些人可能需要睡比较久，精神才会很好，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short sleepers 跟 long sleepers。那最常见的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说，我们可能的平常的睡眠需求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但我想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
我们跟人有关的生理数据都应该可能是一个范围，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说正常人的睡眠可能就是5到9个小时。那最近其实有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说，假设你每天晚上的睡眠短于5个小时，或者是长于9个小时，可能对身体健康反而会发生一些危害。那底下的这张图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睡眠的建议上面，深蓝色的部分代表是说在不同年龄层建议的睡眠时数。那不过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社会对于人的要求都变得比较高，因此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办法睡到那个建议的时数上面。那也许我们都经历了一些的睡眠剥夺，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那承接刚才所说我们在看睡眠的生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睡眠剥夺的研究，来看看说睡眠剥夺之后的结果，来反推睡眠的生理可能本来是什么样子。那过去有很多睡眠剥夺的研究，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看那假设我们在实验室里头对于动物做一个长期的睡眠剥夺，那在这些动物身上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我们就会增加了这些动物的新陈代谢的速率，然后也会增加这些动物的食欲，那也会升高这些动物的体温。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它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因为长时间的睡眠剥夺而开始慢慢的衰败，然后另外就是大脑的活性也会跟着减少。那我相信这个在另外一堂课可能会多提一点点我们今天的主轴可能会比较放在心理的部分。那睡眠其实对于我们的学习啊、记忆力还有注意力都有一个增进的效果。那在学习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睡眠当中啊，跟学习有关的脑区块，它的活化度其实会比平常来得高。那通常我们在做这种睡眠剥夺的研究的时候，它的研究设计通常会进行哪些呢？第一个是在睡眠的stage 的选择上面，我们可能比较有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非快速动眼期的第3期，就是我们讲的慢波睡眠期，然后以及快速动眼期睡眠这2个时期会常常作为我们剥夺的对象。那第二个是睡眠剥夺，我们可以分成就是完全的睡眠剥夺以及部分的睡眠剥夺。那部分的睡眠剥夺啊，我们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只剥夺快速动眼期的睡眠，或者是我们可以分成上半夜的睡眠的剥夺，或者是下半夜睡眠的剥夺。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正常的睡眠生理结构上面，我们上半夜的睡眠有比较多的慢波睡眠，而下半夜的睡眠有比较多的快速动眼期睡眠。所以我们在做上半夜的剥夺跟下半夜的剥夺，事实上就会剥夺到不同的睡眠阶段跟睡眠时期。